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俄罗斯它发动了史上应该是说这一次俄乌战争里头最大的一次规模的攻击，它空袭乌克兰的军事教育机构，造成了51死，200多人受伤。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这是俄军在这个今天发动了大规模的一个空袭，造成了相当惨重的死亡。那你也可以看到呢，包括远处这个升起的这个烟火的地方，就是乌克兰的军事教育机构。某种程度里头，应该都是一些军人或者是年轻的战士在这里接受教育。接受这个武装训练结果死了这么多人，那是今年最惨。乌克兰就说俄军袭击他们很多地方，包括铁路、能源设施都被破坏了。我们先来看看这张图，现在呢，俄军开始往赫尼克还有库拉霍沃像这样的地方，这样沿着乌东的战线这样沿路袭击，有可能把这2个地方也攻下来。所以呢，这个战争看起来越来越严峻了。包括乌克兰虽然有 F-16的战机这个帮忙美国提供的，然后也训练，可是战损了现在原因不知道被打下来了。那俄罗斯是往这个红军村这个地方再度的出动，再往前晋级。大家看一下这张图。俄罗斯已经推进到距离红军村大约不到5公里距离的利西夫卡这个地方，它在这边往前推进，而南面有一些地方它也在进行，包括您看到南面的谢里杜河这个地方谢里杜河它往这个地方挺进，也被它攻入城东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他们可能要把这个地方一分为2来做一个所谓的切割，来切割乌克兰领土的目的。包括你看到在战场上面是这样，可是呢，普京就讲了，是你乌克兰进来这个入侵我的领土，包括这个库斯克这个地方，他说你入侵了那你们这些人是土匪，是乌克兰土匪，所以他的用词都蛮重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些人全部都清剿完毕那泽伦斯基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这个总干事叫做格罗西，他跑去乌克兰观察扎波热的核电站他说这个地方情况很不稳定经常出现问题，而且还有无人机攻击所以你的供电或者是核电站的状况很不稳定，那也是一个大麻烦，恐怕会酿成巨灾。另外，乌克兰它内部其实集体的领导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贪腐就先不说了，很多部长不断的离职。最近有5位部长集体请辞所以他内阁大概有1/3选空了政府又要重新改组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问题里里外外都很多。那土耳其可以说是因为在这个俄乌战争中也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或是一定的角色。他就说这个停火协定我们这个俄乌停火协议都要签成了，可是有一些国家在阻挠土耳其就讲了，他说这个区域的动荡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有人故意不想让这个战争结束他讲的其实蛮明白的。包括美国的空军现在升级现役的 F-22机队希望可以增加包括远程被动侦监与资料共享你看到包括像这样子的一个军事的能力都还在提升。而这个标枪飞弹最近用得很凶，因为我们知道俄乌战争当中有非常多标枪飞弹的使用所以创下历年单年的年度新高。你不断的制造武器不断的送到这个前线乌克兰，而有些军火商就大赚钱。我们刚刚讲到土耳其的角色它其实有一点左右逢源，因为包括西方、包括欧盟、包括中国大陆这边其实对它都招手。我们看到现在中俄合作传土耳其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他递了申请书，这是彭博社他们做的一个报道。我们看到今年6月开始，泰国、马来西亚、亚塞拜然、阿尔及利亚都有申请。如果土耳其申请成功的话那可能是中间跑得最快的一个国家。那这个中国大陆的发言人就说
支持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参与我们的金砖联盟。可是欧盟这边也不放松哦，他说哦，你土耳其你有申请我们欧盟啊，你还是我们的候选国啊，哦，所以你可能要想一想。我左右逢源，其实土耳其某种程度也算是蛮聪明的。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土耳其跟壳牌签署了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协议，他希望成为欧盟的天然气枢纽中心，为他自己国家的利益争取最大的权益。那土耳其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它的这个地缘关系，那当然非常重要，在欧洲以及亚洲的中间。来，我们先请教厉正杰将军。乌克兰现在来讲的话，今天早上最新的是他的外长库列巴夫已经请辞了，之前已经4个，如果再加上库列巴夫已经是5个，这很明显叫做树倒猢狲散。这个大家都看局势不利，包括到乌克兰泽伦斯基的政府，这些政府的内阁的官员都认为战场对他们不利，这时候能够打包走人就赶快趁这个机会走人，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我这么笃定的讲说这几个部长辞职，就认为这场战争必败无疑，而且趁早走人？第一个，我们看好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乌克兰舍尔斯基将军原来他的作战的构想，他是先打库斯克。库斯克希望这边来讲，趁着俄军薄弱，我在这边取得一场胜利之后，这些兵力还要再转用回来，用到红军村这个方向来顿巴斯所以他这个部队准备打2次，一次往北边打，然后打胜了以后再回头来打。结果没想到北边这个部队陷下去，南边这边部队又挡不住。那大家看一下现在红军村，我解释我用几个具体的数字让大家知道红军村现在有多危急。第一个，大家应该记不记得有一场战役叫阿夫迪夫卡战役？对不对？最早的时候，我们俄乌开战的时候是巴赫姆特嘛，那时候瓦格纳军团在这边，我们称之为绞肉机的，这双方来讲阵亡人数都很多。紧接着下一场战役就是阿夫迪夫卡，阿夫迪夫卡对乌克兰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坚固的据点，在这边打了多久？打了将近1年，双方来讲伤亡都很惨重。一直到什么时候，阿夫迪夫卡这个乌克兰才承认失败，作战失败撤出来。那时候将扎卢日内换掉。对不对？扎卢日内原来是他们总司令，换舍尔斯基。舍尔斯基将军一当接总司令，第一件事情就从阿夫迪夫卡撤军出来。他认为这个地方守不住，他撤军出来。好，大家看一下红军村，本来距离阿夫迪夫卡还有一段距离。他现在就从阿夫迪夫卡，大家看到这个图哈，当然我们图上面写的是比较这个名词的俄文翻译的名词比较看不出来了，叫什么这个格罗季夫卡哈，就是指这个地方。这边。对，这地方打了2年才打下来，但是他现在从这边向红军村进攻，他什么时候开始向红军村发动攻势呢？2月份的时候，就今年上半年他才对红军村发动攻势，打到现在，你看可以说叫做势如破竹，也可以说这个乌克兰来讲叫兵败如山倒。每天原来在那个地方，我可以一天只让你前进一个100公尺、200公尺，现在是每天大踏步前进，一天1-2公里前进。那为什么是1-2公里？因为后勤补给要跟上，只要后勤补给过来，他就跟上去。现在距离红军村大概距离，按照现在的兵力推断来讲的话，可能距离只剩下5公里。5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迫击炮就打得到了。我们一般来讲1-2洞口径，这个迫击炮是什么呢？这个大炮好像榴弹炮是用炮兵专业的炮。迫击炮是步兵炮，扛着就跑了，就是一根炮管而已。那炮弹丢下去，咚咚就弹出去，那个射程5500公里，也就是红军村现在用步兵炮就可以打得到。那在这种状况下，你认为乌克兰还可以守得多久？所以我觉得，当乌克兰来讲，红军村你没办法守住，就算是你北边获得胜利，这库斯克尔那边获得胜利之后，你也没有能力将兵力转用下来，等于你被夹在中间就被夹死了。当然，我相信这件事情谁看得清楚？欧洲来讲，连我都看得懂，难道欧美这些他们会看不出来吗？当然看得出来。这个乌克兰这些内阁官员看不出来吗？他们也看得出来。所以为什么同一个时间里面有5个部长同时请辞，有1/3的部长就要离开？我觉得这时候就是很明显叫做树倒猢狲散。我们只是看这个树什么时候倒而已。是赖老师，军校的备战其实俄罗斯是故意的，他也释放出另外一个讯息，就是告诉北约或者是外籍佣兵。你们的驻扎地只要被我的这个特勤人员，就是特种情报人员，那么侦破到定位以后，我就可以立刻对你进行摧毁。这个对于外籍佣兵也好，对于北约的这个援助的这些图存的弹药武器的库来说，其实都会有威胁的啊。这个部分就摆得很明白了。
刚刚厉将军已经把这个红军村的这么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地说得很明白，所以俄国的一个推进啊，因为原本这个整个防线，这整个防线是经过相当长时间，从2014年就开始修筑的，所以它是一个坚固的一个防线。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之前打得那么的艰难，就是一寸一寸的这样打。但是你看，当这个防线一破以后，那整个俄军的前进的速度就加速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普丁他很自信的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1公尺1公尺这样打啊，我们现在是以平方公里的速度，每一天是以平方公里的速度往前推进。如果红军村一旦再陷落的话，那整片那就更大了。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说的话，它的压力确实很大。我相信现在目前来说，在整个乌军他们的底下的将领，对于他们的总司令，对于泽连斯基的不满的程度，已经开始外溢出来了。所以他的部长的这个集体的请辞，其实对泽连斯基的领导，还有对于他们的整个总司令，我觉得会构成巨大的压力。如果这个乌克兰本身打到库斯克的这一个军队崩溃的话，因为现在普丁的态度很明白，这一支军队不是俄乌交战的军队，所以他不受日内瓦的战俘协定的保护，他把它界定是土匪，是恐怖主义。换言之，也就是说，见到就杀。如果他投降俘虏的话，不以战俘的身份来处理，而是会移到他们的法院里面来审判。那也就是以土匪、恐怖主义的方式来审判。这个对于这一支3个旅尖锐的精英的这3个摩托化旅，他们的未来是非常的严峻的。换言之，也就是说，要不就是被活生生打死，要不就是千万不要被俘虏，因为俘虏绝对不是战俘来交换，而是绝对会受那个以恐怖主义的方式来惩罚。恐怖主义在俄国的监狱不会是好受的，所以我觉得泽连斯基把这一群军人丢在这个地方，坦白说是极不负责任。我也担心未来两岸之间爆发冲突赖清德他们把我们台湾，而且被界定是台独军的，我觉得个人未来也是很危险的。彬哥怎么看？其实这一次他们的这个军事教育机构就是被俄罗斯飞弹袭击，有人说啦，是因为泽连斯基在那边公布了一段影片的时候，被人家认出他背景墙上的特征，曝光了，对，所以被定位，然后俄罗斯的飞弹才校准，然后打中这个地方。那打中这个地方不是单纯人命的伤亡而已，其实对整个乌克兰是一个重伤。为什么？因为就是伤害的全部都是他们通信兵的老师跟学生，所以他们估计你要重新再培养这一批人才出来，可能要好几年的时间。因为通信兵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军种，所以这个对乌克兰未来的战力是造成非常重大的伤害。那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现在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如果他们老实讲没有获得大量的增援的话，现在看起来红军城的情况是越来越不妙。你要守住看起来很困难，因为它周边外围的据点几乎都被俄军吃下来。现在距离那边不到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你还能够守多久？而且刚刚厉将军也提到，他现在俄军可以更省，你知道，俄军本来就是大炮兵主义的部队，那你一旦距离接近到他可以用炮弹不断的轰击你的时候，你在他面前，你承受的压力会大到非常大，所以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状况。那乌克兰自己要赶快去下一个决断，到底要守还不守？你的其他军队要不要调回来防？这都是他们要赶快去决定的。那可是现在整个乌克兰看起来是风雨飘摇，那部长要集体辞职。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泽伦斯基还能撑到11月美国大选完吗？这恐怕是美国自己必须要去考量。可是美国增援的速度太慢，你看光是一个标枪，美国花了30年的时间做了不到4万枚，然后第1年就已经几乎把它库存都用光了。那它现在每年能够生产的量大概是4-5千枚而已。那这样子它怎么补得上乌俄战争的需求呢？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手边能够拿给乌克兰的东西都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他怎么去协助乌克兰至少撑到11月大选结束，恐怕是拜登跟民主党现在最重要的课题。他们大概又要开始全力增援，不然一旦在大选前就失败，我就不知道贺锦丽要怎么选下去。
好，我们来看看美股今天大暴跌，连带的影响我们台股今天也跌了超过1000点哦，真的是一片哀嚎。美股的9月开局不理想，今天9月4号嘛，4大指数全面收黑，其中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7.75%，而辉达也很惨，下杀了将近10%。9.53个百分点，单日市值蒸发将近9兆台币哦，创下了美股的纪录。我们台积电的 ADR 也暴跌了6.53%，半导体以及 AI 族群拢斗全倒。那到底是在跌什么呢？外媒就整理了3大利空，包括8月初重挫之后，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反弹。那辉达的财测公布出现了反转 ，AI 族群遭到质疑过热了，还有美国的经济数据不佳。制造业指数连续5个月都萎缩，所以都是坏，连3坏哦，导致今天的美股全面收黑。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中的贸易战现在已经定调了吗？是东升西降吗？包括您看到亮哥就讲说，美国节节败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的南方主力了。而最近我们讨论很热烈的黑悟空对照组在这里，大家看一下 ，Sony 索尼它也推出了3A 的游戏大作，可是结果很惨呐。只上市了2周就倒了它砸了50亿耶，人家很用心研发了8年，怎么搞的？一上市就出师不利包括你看到现在呢，因为这个卖的实在太差了，反应也很烂，所以他宣布全面退费你消费者买了没关系我通通退给你。我们看到8月24号它上市了，首日最高瞬间玩家只有697名，你没有看错，697名玩家在线上，1周之后只剩下60人，所以他只好认栽认赔那我们看到官方昨天宣布9月6号停止服务，全面开放退款。那黑神话悟空更不用讲了大家知道过去这几个礼拜我们都在讨论它的制作成本大概是18亿台币那同时最高上线的人数达到300万人。现在黑神话悟空大卖了，投资方说下一款我要乘胜追击下一款的3A 大作是什么呢？有人就讲是要做姜子牙相关的这个游戏现在正在开发中包括里头有一些故事主角如来玉帝哪吒像是东方版的这个新悟空系列或是宇宙大概是把东方的元素灌进这个电玩的游戏里面。而另外我们看到腾讯它也有投资这个黑悟空嘛，那它叫板苹果吗？包括你看到 iPhone 16现在有一个传言说它不再支援微信了WeChat。如果不支援的话，那怎么办呢？因为在中国大陆大家知道你很多通信生活方方面面都要用到 WeChat， 那如果不支援，那顾客会买吗？所以我们看到苹果的中国的这个代理公司就说会与腾讯沟通抽成事宜，可能有一些钱上面的这个东西都还没有谈妥嘛，要积极沟通。可是我们就要问了，苹果如果不支援微信，那究竟是谁比较吃亏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数字，苹果的中国市占率在2024年的第2季已经下降到14%了，比较起前一年的16%降了2个百分点。那有没有人在中国大陆喜欢用苹果？有像是你看到这个全红婵记得吗？跳水冠军他要买 iPhone 其实跑去苹果专卖店买 iPhone 想要送给妈妈。结果后来有一些民族主义这个狂热者就开始攻击他那这个就有人说他不爱国，所以在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推波助澜下，可能包括这个苹果的销量 maybe 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少，我不知道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民族情绪在发酵。而另外有一个讯息是华为拉微信要加入鸿蒙的生态圈，现在呢据说微信正在与华为进行原生鸿蒙系统的这个系统的开发希望未来就是有一个这个直接把微信接入鸿蒙系统，然后呢这个鸿蒙跟安卓还有 iOS 系统就可以分庭抗礼了，这是我们看到业界的讯息。来我们先请教赖老师。我个人是认为这样我们有时候听投顾啦，或者听一些基金啦，或者股市分析师的分析大家要保持相当的理性。
因为当初说 FED 就是联准会啊，因为每次传出说它不降息，那我们看到股市就跌了，就上不去了。然后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如果一旦降息的话，股市就会往上攀升，因为很多热钱就会从这个利息，因为原本的利率高嘛，就会拿出来，会投资在股市上。可是你看，现在传出是9月 FED 要降息了，结果股市暴跌，这个代表什么？代表降息也会跌，那么也会涨，升息也会跌，也会涨，这叫什么？一张嘴而已。所以每个人就保持自己的独立的判断性，就是最好的。那现在的情况很明显的就是，我们注意到前一段时间，美国一直在修正他们的就业数，而且一直在下修，说他们当初那填错了，有81万人，这个时候才揭露出美国的经济很危险。那这代表什么？为了选举，都在粉饰太平，造假被揭穿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才引爆出这一波的狂跌潮，因为造假可以造假80几万人非农就业人口，这是很危险的事啊。另外3A， 我记得当初这个黑神话悟空很红的时候，那有些人就开始唱反调了，说哎呀，这个都只有在两岸之间了，就华人了，就中国大陆人在捧了，这个海外没有了。结果后来数据显示出，外国人玩孙悟空的至少有200万人以上，那后来有人说到400万套，那当初说他能够卖50万套就不错了，结果现在卖已经超过1600万套，而外国人也就是不是华人，外国人买的至少已经是200万套以上，这代表什么？代表做成功一个3A 的，它的获利是如此的大，但是同样的做失败的，它也是会认赔，也会赔惨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说，要投资在这个3A 这个部分，为什么它的风险那么大？对不是你一做就能成功，因为有赚有赔。但是黑神话悟空的成功就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是一个市场，赢了你就可以获得利益，是如此的大。我个人倒认为 iPhone 跟这个微信跟腾讯，我觉得 iPhone 没有，现在的 iPhone 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跟条件了，因为 iPhone 的抽成太高了，腾讯已经撑不住了，受不了了。他要求iPhone 要下降，iPhone 的态度很硬，所以才会传出这个谣言。那是谣言传出来的，因为还在谈判中。是。那当时传出这个谣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有鬼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代表彼此之间在较正，叠对叠，然后就谣言就出来了，说这个以后 iPhone 不会有 ，iPhone 如果没有微信。那我敢跟各位保证 ，iPhone 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就结束了。因为你很难用微信你没办法。微信的普及率比 iPhone 的普及率高对呀，因为你去大陆，你没有 iPhone， 你没有 WeChat 怎么走啊？你没有微信，你如何跟你的朋友联络？对，你没有微信，因为很多人都用微信支付。是啊，还有很多。外国人跟中国有关的来往的生意呀，他也要用微信，对，他不能用 LINE， 不能用其他的软件，所以 iPhone 最后会妥协，一定妥协，你根本没有谈判的筹码。是我也是这样认为。来，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观众朋友，最新的消息是柯文哲的金华城案，高院刚刚做出了裁示，发回台北地院跟裁所以羁押庭要重开又来了一次新的轮回柯文哲金华城案这场大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落幕。不过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要关心这个世界新闻，包括您看到今天美股大跌，包括我们台股也受到的连累。NVIDIA 跌幅可以说是史上最大，将近10%吓死人了。来请教这个将军。我觉得 NVIDIA 这次的这种大跌有2个原因，第一个它是要被反垄断调查，所以造成它要大跌嘛
第二个，我觉得 AI 股前阵子确实也炒得太过热头了，这种就是它的这种比例来讲的话太高了。那昨天这次大跌，光黄仁勋一天之内，他跌了多少钱？他身价跌了100亿美元，那你就知道这次跌的有多重。其实就我们台股来讲，当然会有影响了哈。第一个当然是美国自己本身的这个连续已经5个月的这种就业指数的疲软，代表美国这个能力不够。其实我觉得 NVIDIA 之外还有一个，昨天还有一个股很严重的，叫 Intel 跌到多严重了 ？Intel 跌到快要被下架了，你知道吧？它本来从事这个本来是美国来讲是最热门的一只股票，但是昨天它也跌了将近10%，所以说 Intel 有可能因此被这个道琼股市下架，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科技股，大家不要小看这次跌。那我们台湾来讲的话，当然会受到波及的，可是我们被波及的不只是股价，我们汇率也被波及。今天早上我一看，哎呦，汇率也跌了1点多角，1.02角，也跌了很多，代表热钱也在流出。那我觉得全世界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美国这次其实还是在这种危险边缘了，不管它降息不降息，其实我觉得都在危险边缘。之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iPhone 手机 iPhone 16，然后我本来想要说，买一个这个 iPhone 16出来的时候买一个送我太太的，就现在如果说是不能用微信的话，那真的是连我们都考虑不买。为什么？因为我们大陆总有一些亲友嘛，那他们来讲的话，因为没有用赖我，所以我们必须用微信跟他联系。那如果说是你 iPhone 不能用的话，我觉得最惨的不见得是微信，而是你自己 iPhone 哦，你在大陆没有人用，不只是大陆不会有人买，我觉得全世界很多国家他要跟大陆谈生意，毕竟大陆现在有14亿的人口，有很多生意你必须要跟他沟通。当你没办法用微信来讲的话，你断了这条联络的管道。所以我觉得这个华为来讲，慢慢会取代 iPhone 了，因为华为来讲，它自己有自己的鸿蒙系统之后，它所有 APP 都可以上架，那它将来用的这个范围来讲更多，用的功能更大。尤其是说，当14亿人口都用这种系统来讲的话，我觉得对华为来讲是很大一个打击。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观众朋友，我们刚刚看到了高院发回这个金华城案柯文哲的所谓的这个羁押这个重审这个应该是说北检抗告成功，所以发回这个台北地院要来重新审查这件事情。于是这个羁押庭会重新开哦，柯文哲会不会被关？他有没有可能会被声押成功？现在都还不知道哦，这是一个最新的发展。我们来问一下彬哥，你看一下，包括世界的局势，包括国内的情势，你也可以讲一下哦。包括柯文哲的事情，如果你想讲的话。其实今天台股跌了999.46点，差一点点就1000点。那主要是因为外资撤资了1000亿，一下子撤资太多，所以当然股市会跌，所以明天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个新明特工它之所以卖得不好，其实你不能直接拿来去跟黑神话悟空比较，它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它第一个，它研发了8年之久，所以8年前很新的 idea 构想，结果这几年人家都已经做出来，你现在才出来，太慢了。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这几年国外就是 LGBTQ 这些东西盛行，所以他把里头的角色都把它很多元化、多性别化这样去做。结果在市场上的反应就不是那么好哦，对，所以才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变得引不起大家的兴趣来。我想这一次对 Sony 是一个重击啊，但是他必须要去考虑这样的事情。那至于说 iPhone 16，我必须讲 ，iPhone 16如果真的不用 WeChat， 那他就等于是在大陆自寻死路，因为他老实说，他到现在才推出所谓 AI 手机，已经比人家慢了。对，然后如果你在功能上还比人家差，那就不用玩了。那你还玩什么？至少在中国大陆，你的销量恐怕就绝对不会乐观。他最后提到这个发回的这个事情啊，我昨天就预测一定会发回，一定会发回。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嘛，你是高院，你为什么要去扛这个责任？我把丢回去给你们，让你们地院自己去解决就好了。对啊，因为你要知道，高院如果就是把抗告驳回的话，表示高院认同地院的做法，对，就是代表什么？你知道，高院在跟赖清德对着干。那你是高院，你干嘛去承受这种事？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我们的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钳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柯文哲遭到联检检联讯问70个小时，大家看到了上个礼拜3天3夜在北检的外头，好多小草，好多支持者在那边声援他，可是发生了悲剧。观众朋友，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幕这个有一名小草，就是这一位穿白色 T 恤的男子，33岁而已，他姓黄那个时间点呢，因为四叉猫在那边直播，那大家知道四叉猫的立场嘛，所以呢，这位小草护主心切，可能他想为阿贝讨公道，就过去对着四叉猫来理论，两个人拉拉扯扯，后来四叉猫去告他说你抢我的机器呀，结果发生憾事。真的很悲伤新北市永和2号晚上有一个坠楼死亡案，就是这一位小草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因为政治事件，可能因为心情不好，也可能因为被告。总之跟在北检外头的事情可能脱不了关系，所以呢，有很多舆论就指向四叉猫那这个四叉猫今天就说了你民众党啊，你是吃人血馒头的。你用人命来抹黑我他说好吧，人死为大，我只能概括承受可是你看得出来他没有那个很多这个小草会觉得说你好像还是太过分了，好像也没有真心的有一个这个悲悯的感觉他说好啊，你们想怎样？要不然下个礼拜开始我就不接通告了我先去日本玩1个礼拜，你民众党拿一条人命抹黑我就认了，低调1个礼拜。我还会再回来。讲这样的话，其实人家看的也不舒服，不要说是家属了，其他民众党的支持者真的也很不舒服啦。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四叉猫，它就是以能战闻名嘛，怎么战？到很多的网络上的粉专底下去留言。于是我们看到他有一些留言，的的确确，我们必须谴责。他说你不用对我情了之前，你得先确定我有没有良心。意思就是说，你不用道德勒索啊，我没有良心呐这是他写的那另外呢，他说我会继续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只要与我无关的话，我管不着别人的死活。当然，台湾是言论自由的国家大家都可以来公平来公平一下。网友留言轰炸四超猫，回应我被抢就讲那一天他器材被抢嘛，然后嫌犯过2天坠楼。这不是我的问题吧这是这个四叉猫面对很多网友的质疑的回应我们还要再一次强调，请这个导播帮我们上警语我们不鼓励网络霸凌也希望不要有这样的事情。讨论这样的社会现象，就是希望霸凌不要再发生了。而这个事情的一开始的发展是这一幕，大家来看看。四叉猫说有人欺负我这个弱女子，我们来看看这一幕。他们跑过来抢我的直播包，不让我这边直播，我好难过，我好害怕我站在我的区域，你们跑来抢我的东西，整个政党就欺负我一个弱女子，很过分。好，观众朋友，我们看到四叉猫，当然他有权利到北检外头去做直播，可是他为什么会到民众党小草聚集的场合去？其实大家也都清楚就是不要假装不知道，就是他可能会希望引起更大的声量，因为有冲突嘛，有冲突才会有声量嘛。那像这样子的一些这个表演我直接讲就是表演。那当然也很多新闻台转载再转载，所以你看到网红张乔瑜就讲说，这位朋友已经离开的这个黄先生这个小草，他生前告诉我，真的没有要抢这个四叉猫的东西。他说在调整松掉的裤头的时候，他只是握了一下你的摄影器材，拉好之后就把器材拿回去你手上。这个是张乔瑜帮这位已经往生的小草说话。那必须讲现在在媒体上面打柯过去打韩或者是不管是这个永韩打韩，或是永柯打柯这个总是有生意，总是有流量，就有钱，这一切都连结到利益。四叉猫自己说啦，他8月份就赚了50万，因为柯文哲的事情包括抖内啦，包括上通告啦，所以他谢谢柯文哲的，让他的流量这个增加这个赚了很多钱他也很大方的告诉他说我赚了50万，所以他现在要去日本玩了嘛，刚刚不是讲了吗？
我们刚刚讲到政治跟网红的关系哦，那流量是王道，流量是一切，利益当道。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蓝、绿、白，其实跟四叉猫都有关系哦。先讲绿，绿营很多政治人物都很喜欢四叉猫，常常去他的粉专留言，并且很亲热的叫他猫猫猫猫哦。这个像是林炳书那个时候还送猫猫这个很贵的草莓，还记得吗？在这个高嘉瑜事件发生的时候，陈时中那个时候呢，选台北市长，还记得啊，帮这个四叉猫帮他做了一个广告，在厕所哦。后来这个效果很差哦，偷窥嘛哦，在厕所里面偷窥，效果很差。后来这个广告撤了，可是陈时中不幸落选哦，这个没有选上，有人认为跟这个广告有关联啦哦，所以必须讲哦，这个可能四叉猫哦，这个粘上蓝的或粘上去这个白的，我说粘就像粘土一样粘上去，这些人呐、这些人就会。有负分哦，或者是攻击他们，可是黏到自己人啊，自己人就会中箭落马哦，这个是有一些分别的，大家可以来想一想哦，中间的微妙的差别，像是他攻击韩国瑜啊，攻击徐小新啊，攻击谢国良啊，攻击高虹安啊，攻击柯妈妈，攻击黄国昌啊，攻击蓝白啊，总之啊，看起来有效果，可是自己人想要用它来做广告，好像这个效果就不太好了哦。那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哦，像是这样的现象，我也不知道怎么评论哦。我其实一方面觉得很悲伤，一方面也觉得媒体我们在讨论这个题目会不会助长了什么？可是终究我们还是要讨论这个社会现象，到底应该拿这个社会现象怎么办呢？彬哥，你比较有智慧，你来说说看。这跟智慧没有关系啊，因为四叉猫就是这样的人嘛，大家看他这么多年不明白吗？他就是哪里有流量，哪里能够赚到钱，他就往哪里去，他一直都是这样。也不要单纯的把他认为他是绿的，或是蓝的，或是白的，其实都不是，他是钱那一方，他钱子那一派，就这么现在。可是绿营的人比较吹捧他那个很简单，因为他最近这2-3年，他比较在帮绿营的去搞这些东西嘛。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个风向大师嘛。就这么简单，但是他有没有害到绿营过？他害绿营害了好几次啊，包括你说陈时中那一次，包括他去弄那个柯妈妈的违章建筑，结果后来反而弄到赖皮寮，然后结果呢，赖皮寮他一样去打卡拍照，他只要有流量可以赚，你以为他就不会去赚吗？他照赚了。那我们应该拿这种人怎么办？该拿这种人怎么办？很简单，今天这件事情，你要说直接用法律去制裁他，你没有办法，因为他其实你要说他做了什么。他跟这个小草，不管是拉扯还是抢夺，那个是法律上面的问题。可是问题是，最后这个小草选择轻生了。可是轻生，你有办法直接说跟四叉猫相关吗？实际上，四叉猫真正在这件事情恶劣的是什么？恶劣的是后来他在嘲弄这位小草的疾病，因为这位小草其实他有癫痫，然后他就用很揶揄的方式。讲说什么哦？以前人家说指着月亮会被割耳朵啊，结果现在有人指着四叉猫，结果就会口吐白沫啊，就用这种方式啊。然后桃园市议员黄琼慧 QN 还在那边嘲笑，哈哈，笑死我了，就是这样。那这些人基本上四叉猫已经告诉你，这个人没有道德也没有良心啊。这是他自己写的。对啊，他自己写的啊。你要假设我有良心，可是我没有良心呐。对啊，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嘛。这个已经摆明告诉你，我就不要脸了。对啊，那你还想用道德去制裁他，那你就是不要做梦。但是问题是，四叉猫不受道德拘束，那法律上他也没有犯到什么错。那请问一下，你要怎么制裁他？我老实讲啊，以台湾目前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只有不理他而已。不可能啊！我跟你讲，为什么不可能？就是不理他，他在旁边做什么，你一概无视，因为他要的目的就是要激怒你，就是希望你有所反应，他才会有流量。就是这样，所以第一个你不要理他。那第二个呢？我也想请问这一些其他的媒体，很喜欢找他上节目的这些媒体，这个人现在正在做这件事，而且他已经做了好几年。实际上，四叉猫从好几年以前，他曾经去参加一个活动啊，人家没有给他名次啊，他就发动群众给他1星负评，那些人连那家店去都没去过，就发动负评，发动到老板受不了，老板只好给他奖金，四叉猫还甘愿，而且他还洋洋得意在 PTT 这样自己写出来，他就是这样的人啊。这个人没有道德底线啊，所以他可以没有道德底线。请问一下，我们台湾的这些电视台、这些网络节目，你们也没有道德底线吗？这个人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你们还邀请他上节目，请问一下，你们是跟他一样没有道德底线的节目吗？跟他一样没有道德底线的电视台吗？那我们不能够强迫任何人啊。如果你们还是觉得四叉猫有上节目的价值，你们跟他一样没有道德底线，继续请他来。
让大家知道你们的电视台、你们这些媒体就是没有道德底线，也 OK， 各取所需嘛。那以后喜欢看这些媒体、喜欢看这些网络节目的，你们也是一群没有道德底线的观众。我们只好这样分流，就是这样子啊。因为对四叉猫这种人，除非他真的犯法，法律没有办法对他有任何有效的东西。那我们这个社会不处罚良心犯，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他每天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要故意激怒你，你就不要被他激怒，你就不要去看他的东西，不要去帮他增加流量，不要去留言骂他，这样反而会让他获得更多的抖内。就是当做这个人不存在，不要理他，你只有这一招才能对付他。剩下就看这些网络节目跟这些电视台，你们自己是不是跟四叉猫一样，你们也是没有良心，证明给我们看，到底你有没有良心吧？来，请教将军。其实我蛮同情这个小草，我可以感同身受他内心的感觉，因为我个人来讲，一生奉公守法，我也从来没有跑过法院，所以我不晓得上法院有多可怕。那如果说这个小草他只是一个很单纯的这种老百姓来讲的话，他突然要被告了，被四叉猫告这么多条罪来讲的话，你知道他心里会有恐慌吗？我们可能大概一般人大概有很多的这种资讯比较多一点，有认识一些法律界的朋友，大概认为四叉猫你可以当做他就是为了声量在那边讲这些声量，可是那小草他心里怎么想？他会不会说，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电视，有时候你被名人一告一锁价就是上百万呢，那这个小草那时候回到家里，他会不会心里想说，哇，你一下告我3条罪，那会不会我后半辈子我都在赔这些钱，我一辈子就没了？那我老婆、我自己小孩，我不晓得他结婚没有了。他应该很年轻，他只有33岁。对，那他的人生怎么办？如果他只是一个跑 Uber 的，你想想看，如果说是万一四叉猫跟他索取上百万的赔偿金，哇，他不要，他可能我在猜测，他连找律师的钱他都没有啊。听说律师这个去出审一堂的话都要6万块。那对他来讲，你看那压力有多大？如果说他自己本身来讲的话，承受不住这种压力，当然会做一些这个让人家感到很遗憾的事情。这第一个我要感觉。但第二个，我特别要请民众党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民众党你也不能说置身事外。为什么？因为有这个血淋淋的例子发生在前面之后，那有没有？因为一般我们称他们叫小草，就是他没有社会的这种，只是一般的民众嘛，一般的年轻人嘛，他对法律，他对于社会的这种资源来讲，他都不了解。那民进党你要不要成立一个？你们本身那么多个律师，那么多个学法律的，不管是黄国昌或黄珊珊，我觉得这时候你应该成立一个专户，这一个门户来协助这些人。万一将来他在制约你的时候面临到这个法律上的问题，你可以来协助他，不会让他觉得孤单奋战。最后我特别要讲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霸凌？你知道一大欺小，我们通常讲一大欺小叫霸凌，就像哆啦 A 梦里面一样，对不对？胖虎每次欺负大雄，他体格比较大，欺负小的。可是你要知道，有时候所谓霸凌不只是体格大去欺负小的，在社会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我的社会资源比较多，我钱就是比你多，那这种人对这些比较弱势的，会不会也是一种霸凌？譬如来讲，我知识比你知道，我法律比你了解，我就用在法律上面去欺凌你。那我特别为什么这个今天到底发生这么遗憾的事情？这个四叉猫为什么可以？因为那天我看那个镜头，我看那个场面，我真的要替这个小草讲一句话，那真的不是去抢夺，因为他只是他去拍嘛，他在伸到窗口去拍。对，因为这个四叉猫是拿着直播器材在拍，他把它拨开而已，他把它拨开，他拨开，他觉得说你不要在这边拍这些镜头，因为当场都是小草嘛。对，而且你知道旁边还站了很多个警察，是，如果说真的是去抢夺或干什么的时候，警察一定会上去维护他嘛。结果是他妈跳到旁边以后，大家抢劫，然后还一直不停的叫，对不对？然后弄得这个小小他那时候不晓得怎么办，最后这个我印象中四叉猫还在那边，你们警察都不管，你们警察都不管。我还记得他讲这种话，那很明显的，这叫不叫霸凌？就是这种霸凌等于说有一点言语上的霸凌，这种我的法律知识比你丰富，或者是说我的这种社会上面的声量比你高。然后造成这小草心里头觉得他有被欺负的这种感，再加上如果说他先天上面有一些疾病的障碍来讲的话，我相信回去他会受不了的。因此我这个很诚恳的，那谁孰令自知？你看看这个，小草他今天四叉猫之所以这样，不就是因为民进党去帮他拍了一部影片，对不对？陈时中竞选的时候去帮他拍了那个影片，让他可以一举成名。对不对？甚至于这个林炳书还送他一个很高贵的水果。对，那你是不是整个民进党你在变相鼓励这些人做这些动作？只要是你侧翼的人，你都去认同他、去赞同他、鼓励他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整个国家如果走到这样，政客可以借此去骗到选票，
然后一些侧翼也可以借此赚到钞票，但是对国家来讲，长久这样一种变态的行为。对吗？好吗？我觉得对国家来讲，长久来讲是绝对不好的。是，刚刚彬哥讲说，良心犯是没有罚则的，没有办法把这些所谓的他没有道德感的人，我们不能把他怎么样。可是执政者鼓励他，这样是对的吗？我们真的都没有办法来，我不晓得网络霸凌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法条或是法则来遏制这些人吗？很难。因为他们擅长于游走这个法律的边缘、灰色地带啊，可是他们会对于这些受害者造成心理上很巨大的压力。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绝大部分的人没有跑过法院，其实有些人要出一个庭，要上法院，压力都很大的。其实连我这样的一个已经到这个年龄的人，也没有上过法院，而我也被告过。而那个时候，当我拿到了这个要到检察官去报道的时候，我也有压力啊。那时候被谢长挺告啊，那时候我也有压力。后来第一审的时候，检察官就觉得说，这个直接骂那个律师嘛，直接就指责这个律师就是乱告嘛，这个赖教授怎么会有问题啊？那当然，当天他们就让我回去了，但我也都有压力啊。那你想想看，我们一般的民众怎么会没有压力？更何况在网络上遭受霸凌的时候，语言跟文字是会杀人的，而且很多人在被网络上被攻击、被谩骂、被讽刺、被侮辱、被羞辱，他看到那些字，他会记在脑袋里面，他会过不去的。我个人是认为说，在网络上去霸凌的人真的是很可恶的事情。好，那司塔茂已经一直在强调你说，你要先确定我有没有良心哦。所以他等于是在间接的说，我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他也在告诉你说，我是一个没有同情心、没有同理心的人。那他已经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了。所以他是一个没有道德感、没有良心、没有同情心、没有同理心。他一直在告诉你说，我是一个很自私自利的人。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的人，民进党却爱得不得了。民进党爱这种没有同理心、没有道德感、没有羞耻心、没有这种他爱得不得了的情形下，你看看这个民进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党，可是他却是一个执政党。那各位想想，我支持这个厉将军的一个意见，我觉得民众党也好，国民党也好，你们都应该要成立很多法律专户，成立很多咨商中心，来协助这些被民进党或者被跟绿营有关的这一些网络上的这些网红，当他要提告、要羞辱、要霸凌的时候，需要咨商、需要协助，都帮助他们，不要让他们走入这个绝路。大家还记得吗？当2019年赖清德总统想要挑战蔡英文的时候，他怎么讲的？他说：“蔡总统，请你约束你手下的网军，因为连赖清德这样的人都受不了网络霸凌、网军的攻击了，何况是一株小草呢？”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恳请请求赖清德，你现在是我们的总统你现在是我们最高的行政首长，是不是能够帮忙？不要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我们很卑微的请求。